朋友们，大家好。有的网友问我现在哪里，我就再花几十秒钟说一说啊。我是从德国过多米尼加共和国过来避寒的，因为德国的天气冬天很糟糕，而这里呢每天都阳光明媚，不冷不热，白天20几度，晚上20度左右，所以呢非常的舒服。这里当地消费也不高。我现在是在他们首都圣多明哥的一个城市沙滩，这个沙滩本来非常漂亮啊，可是我每天过来，每天都看见非常多的垃圾，这反映这个国家国民素质不怎么样。另外呢，城市管理者的水平也不怎么样。我没有看见有垃圾桶啊，也许有，但没看见。如果放垃圾桶可能会稍微好一些。但是我发现这垃圾呢是从别的地方飘过来的，也就是说，这可能是整个国家他们素质的问题，就乱扔垃圾到海里。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海当中啊，漂浮着非常多的垃圾，非常非常多，真的是惨不忍睹啊！这海水肯定是不能洗澡的。在进入今天话题之前呢，我再补充一句啊，就是我看见，从今年3月14号开始，中国又单方面对6个欧洲国家实行了免签，他们分别是瑞士、爱尔兰、匈牙利、比利时、奥地利和卢森堡。对这件事情呢，奥地利的标准报做了报道。当然了，就是从报道本身来说，就是比较中立的，毕竟这不是政治性的新闻啊。我以前说过了，就是西方人即使放开免签给他们，真正想去中国、能去中国的其实不多。从他们国家人口的比例来说啊，真正去中国的、能够去中国，他们的比例其实很低的。因为光是这个机票来回大概是700-800欧元左右，又加上呢酒店住宿、当地消费，就去1-2个礼拜。大概要1500到2000欧元左右，但是很多人根本拿不出这笔钱。然后呢，我就看了一下读者评论啊，也挺有趣的。但是大部分读者是欢迎中国这举措，他们认为呢，原来要办理中国签证，其实这个手续太麻烦了。比如说，直到现在啊，就是3月14日之前，如果你想去中国要办理签证的话，那个奥地利人说要填7到8页的那个表格。什么爷爷奶奶这信息呢，都要填上去等等，还有你的工作单位啊，你的那个学历等等，反正比较复杂。另外呢，西方人认为还要录指纹，他这点特别反感。其实我发现啊，现在录指纹很多国家都录啊，你去美国不录吗？照样录，对不对？所以他们又是以那个双标来看待。去中国录指纹他们有意见，但去美国他们录指纹也没意见，对吧？好像你进入欧洲的现在也要录指纹了吧？比如说这次我来多米尼加也录指纹的。其实我觉得录指纹应该是世界大趋势吧。所以我还是反感西方人呢以双标来看待中国的一切。好，我们回到呢奥地利这个读者，他对中国单方面免签，大部分人还是持非常欢迎的态度。然后我看见有一个奥地利人说，他说我太高兴了，因为他有公司在北京，他说。以前啊，有客户来拜访的话，光是你申请签证啊，之前这个准备过程啊，太花时间了。一个是耗时，然后是耗钱，对吧？因为毕竟呢，你这个签证就要100多欧元。如果你奥地利不是在维也纳的，那你从外地去还有交通费呢，也许还有住宿费呢，对吧？所以七七八八加起来，可能申请一次签证要花好几百欧元。主要是费时，对很多出差的人来说，所以呢，我认为啊，中国政府现在采取这个政策绝对是正确的，因为这是奥地利的标准报，所以呢，我认为他们是奥地利人啊。他们说，今后呢，我们就可以做说走就走的旅行了，不像以前那样计划这样计划那样，现在临时买票就可以了，就可以去。所以他们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看看实际的中国，然后有的。人间清醒的网友说，就是我们不要相信媒体给我们灌输的关于中国的画面，我们要眼见为实，看看真正的中国。然后，当然也有少部分啊，极少部分的那个奥地利读者说，他说，免费让我去中国我都不想去，我去支持那个独裁政府干嘛？这又是很脑残这种意识形态挂帅的那个西方人的观点啊！你去不去中国照样存在在那里，对吧？你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况且你那几百欧元能救活中国经济吗？对不对？
然后在这样的读者下面，有不少的网友，确实我觉得他们是打抱不平的。他们说啊，要认识中国，你要真正的去到中国去看。他们还是说不要相信媒体的。他们说啊，我们西方的媒体很多都是负面报道中国的。你要真正的实际去看，你会对中国的现代化感到惊讶。还有中国是一个相对很安全的国家，还有中国人呢非常友好。当然，有的网友说，虽然我对中国政府不怎么样，但是呢，中国这些年发展特别快。好，看到这里呢，我就觉得这些人就没有逻辑了，对吧？如果一个国家政府不行，那你这个国家能往上发展吗？所以我认为啊，一个国家的发展绝对与一个政府的管理水平息息相关。就像我看到这里的多米尼加，沙滩上全是这垃圾，每天都来打扫，每天都同样多的垃圾，就说明他的管理水平不行嘛，然后造就了他们国民的素质也不高。好，我们回到这奥地利标准报他们的读者评论中国单方面免签，我发现有一位读者还提到台湾和大陆两岸，他说现在终于好了，奥地利人呢可以随时来中国旅游，看看到底中国怎么样。他说以前呢，我多次去过两岸的中国，去过台湾，也去过中国大陆。我发现呢，中国大陆这些年发展非常快，这是这位奥地利读者说的啊。反正台湾他说我去过几次，但是我发现90年代以来，台湾几乎没有变化。反而他说我有感觉台湾是在退步。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有西方人他们那么直截了当的在对比台湾和中国大陆。我们想想看，他这位读者专门提到90年代以来台湾没有进步，大家想想看，90年代是什么？那就台湾实行民主化之后呀，对不对？可惜啊，这位读者他不知道这个历史。如果知道这个历史，他应该说为什么台湾实行民主化之后，台湾的发展反而慢了，或者甚至倒退了。可惜啊，这位读者没有从这方面分析，我觉得有点遗憾。不过他能从他西方人的角度来对比两岸，实际对比两岸的发展轨迹，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难得的。另外，我发现这次就是奥地利人评价中国单方面免签，绝大部分呢是正面的评论，有小部分呢是中性的，有很小部分是负面的。我发现负面的评论点倒赞的人就特别多，就是大部分人呢不同意这个负面的观点。所以这点我觉得像起码这个政策呢还是比较得人心的，因为只有这样啊，让普通的西方人他们真正的能实地去中国去看看现实中的中国，然后呢他们看了之后可能会对他们国家的媒体还有对他们国家政客产生怀疑这个态度。我觉得这是开启明智的最好的方法，因为中国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中国的发展，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也一直说，中国这基础设施放在全世界，如果中国说第二，没有哪个国家敢说第一的。我不是吹牛啊，因为我毕竟呢去过很多的国家，第一强国我都去过，美国对吧？很多次，他们的基础设施，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是在美国长期居住的，或者呢去美国至少呢去旅游过一次，你们自己可以看看我有没有说错。我建议大家去纽约去试试他们的地铁，如果你有这个胆量去做的话，你就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了。纽约的地铁和中国任何一个城市的地铁比一比看看。有的网友说那是100多年前的地铁，但是如果说100多年前的东西就不需要维护了吗？就不需要更新了吗？你家的房子几十年之后还是那样吧，不需要维护吗？对吧？就说来说去呢，就是基础设施跟不上，就不用狡辩了。虽然是单方面免签，但是我觉得这个国策是对的，就要让越来越多全世界人到中国去看看。我相信呢，他们看过之后，全世界人民肯定会反思，绝对会反思，因为他们去看过的中国和他们特别是西方媒体宣传的中国反差太大了。从这点来说，对于任何一个去过中国的西方人来说，绝对是一个非常大的震撼。所以我觉得虽然是单方面，我认为中国政府大可以开放力度更大一些，让更多国家的人免签去中国。反正你录好他的指纹就可以了，对吧？到时呢，
如果是有的国家的人可能比中国稍微穷一点，他们想黑在中国也不行啊，因为指纹是唯一的。另外，如果是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去中国，他们见到实际的中国，我相信呢，中国会捕获更多全世界人的心，这点呢我特别乐观。同时呢，让旅游业更上一个台阶。另外，我觉得中国政府还有个任务，就是与各国有关部门商量互免签证的问题，然后签署这样的协议，让更多中国人能更容易出国去看看、见识，对吧？他们去世界各国去看了之后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自己的国家，我认为呢，这也是很有帮助的。因为让这些越来越多的国人出国之后，他们看见哦，原来西方国家是这样的，原来其他国家是这样的，然后呢，可能更珍惜咱们在中国国内的一切，从基础设施到治安等等。我感触反正非常深啊，因为呢，对比中国和外国，有几点最明显，那就是在中国，当然基础设施就不用说了啊，什么高铁啊、高速公路啊。还有城市内部的公共交通等等都非常的方便发达。另外呢，很廉价。还有呢，中国的生活的方便程度。还有第三个呢，中国的治安实在太好了。这3点我觉得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不能比拟的啊。好，我们现在讲今天第2个重点，那就是前面提到的亨利全球护照含金量2024年排名。我发现德国、法国、新加坡、日本等几个国家并列第1，免签国达到194个。我发现第5名是希腊，让我感到意外，免签国190个。保加利亚15名，免签国179个。罗马尼亚也是15名。阿根廷第17名，免签国174个。巴西18名，免签国173个。然后是巴巴多斯22名。墨西哥23名，他们都是有160多个这免签国。我为什么特别说像希腊、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根廷、巴西这种国家呢？因为他们这些国家可以说从整个国家发展水平啊，除了那个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之外，还有巴巴多斯之外，其他国家他们的人均收入啊都比中国低。生活水平当然都不比中国高了，因为他们很多都是从中国进口这样那样的工业产品，所以他们的国家物价呢可能要比中国要高出1-2倍。他们收入比中国低，那他们的生活压力当然要比中国高了，对吧？那生活水平当然没有中国高了。好，现在我们继续往下看，哥斯达黎加，还有巴拿马、圣卢西亚、乌克兰31名，免签国148个。然后呢，有个多米尼克34名，免签国143，然后到台湾34名，免签国143。中国呢，免签国是88名，大概排名65位。如果算上并列的，那中国算在中等水平吧。我们看乌克兰排在31名，乌克兰这个国家都快灭国了，所以呢，台湾人沾沾自喜的老是说，你看我们台湾免签国有140多个，你们中国怎么样，才那几十个。当然，一方面来说，免签国越多，出国旅游就越方便，当然这是好事。但是以免签国的数量作为一个经济体的发达程度的指标，我觉得完全是瞎掰。比如说前面提到的乌克兰，对吧？它现在变成了欧洲最穷国了，也是世界最穷国之一。它应该排名在140位左右。巴拿马也算一个穷国，不富啊，而且它不发达，需要中国的那个援助。然后呢是墨西哥，墨西哥的人均收入呢比中国还低。巴西当然了也比中国低，阿根廷其实也比中国低，而且阿根廷的经济已经崩溃了 N 次了，每隔几年崩溃一次。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也是欧洲的穷国了啊。好，我们再看台湾之后的排名的是哪些呢？秘鲁35名，免签国142，危地马拉排名37，免签国137个。好，秘鲁它比中国贫穷很多，危地马拉也比中国贫穷更多，而且他们的国家治安很乱。像危地马拉很多人呢是偷渡去美国的。萨瓦多也一样，世界最穷国之一，治安非常差。
哥伦比亚也是非常穷的，但是这些国家排名都比中国高，所以你们看，从这个护照含金量排名，不能反映一个国家的国民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也不能反映一个国家的治安，也不能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军事水平等等。你看，在中国前面的还有什么呢？哥伦比亚、洪都拉斯，还有尼加拉瓜、委内瑞拉、阿尔巴尼亚、摩尔多瓦。委内瑞拉因为它的经济政策，它的经济也是崩溃了。曾经它的那个通胀率是宇宙级的啊。摩尔多瓦也是欧洲最穷国。阿尔巴尼亚现在也是人均收入好像不到中国一半吧。然后呢，南非我们也知道它的治安特别差，对吧？每况愈下。原来它的人均收入是中国 N 倍，现在大概是中国一半，而且它去工业化非常严重，这个国家，所以人民的生活痛苦指数其实挺高的。还有伯利兹，与中国大陆没有外交关系，与台湾的那个中华民国有外交关系。东帝汶那就更不用说了，东帝汶它免签国也比中国多啊。东帝汶是什么？就是印度尼西亚旁边那个国家，它是世界最穷国之一啊。还有什么牙买加呀，对吧？牙买加它的收入大概是中国1/3，然后它的治安特别差，它整个国家发展水平也是比较低，黑人为主的国家。在这里我想说说啊，马来西亚的护照含金量非常的高，它排名第12位，免签国183个。马来西亚的排名为什么那么高呢？一个是因为马来西亚它是一个中小型的国家，就是说在全世界不会对西方造成威胁，所以呢西方就愿意把这个免签的给他们。加上呢马来西亚是英联邦国家，光是英联邦内部的都有几十个国家了，对吧？然后马来西亚又是穆斯林国家，他们穆斯林兄弟国家又有很多。另外呢，马来西亚一直呢与美国与西方的关系也算不错，所以呢非常容易与西方国家签署赴免签证协议。我认为呢，这是马来西亚可能免签国非常多的原因吧，有2、3个原因。另外，我发现呢，这个护照含金量排名免签国多的，一般都是这些所谓的西方发达国家，以及呢一些小国，对西方呢不能造成伤害的国家，比如说中南美洲的危地马拉、巴拿马呀、洪都拉斯、尼加拉瓜这种国家，对吧？他们的人均收入都非常低，但是西方还是对他们免签。就这个原因，因为没有形成威胁。我认为啊，西方这几十个国家意识形态非常严重，所以我觉得中国即使想与西方这种签署互免签证协议，可能西方也不敢。另外，我再补充一点，就是奥地利标准报关于中国单方面免签的，有读者评论说，我们不能给中国人免签啊，如果给他们中国免签了，那我们奥地利人就变成少数民族了。就说到处是中国游客，你看，就是西方人有不少人，他们不喜欢有游客到那里，因为对他们没有好处。我自己就经历过，在德国有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叫国王湖，国王湖旁边有个小城市叫 Berchtesgaden。当时我是开车去的啊，然后呢我就停在一个居民区，当时有个老太太，她管闲事，因为德国很多老人他无事可做。特别管闲事，我说我下来拍个小视频，他说你拍视频干嘛？是宣传我们这个城市吗？我说是呀。他说求你了，千万别宣传。他说我们这里的游客够多的了，搞得我们生活特别不方便。而像我们中国人一般来说啊，有个老外来帮你宣传咱们这个地方，我们还高兴的不得了呢，对吧？西方人好像就不一样，这点我觉得特别怪，他们只在乎自己的便利。我认为还是个人主义作祟，因为他们认为游客多了，我的生活就不方便了。他们不会全盘思考，如果外地的游客来我这个城市消费，那不是让我这个城市的经济更好了吗？那让全部的人可能有更多的收入了嘛，对吧？但是我发现，他们西方人可能不会这样考虑。所以最后总结下，虽然这个护照含金量，也就是说免签国越多越好，这我肯定同意。就是让国人呢有更多的便利，但是另外一个，这个护照含金量并不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
标准，我认为不是啊，它只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因素。像前面我说的，那些鼻屎小国，什么巴拿马呀、危地马拉这种国家，他们免签国比中国多得多呀。但是他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怎么样？他们经济发展水平怎么样？他们的治安怎么样？这些都远远不及中国。所以啊，我还是呼吁台湾省的人啊，不要为了自己有140个免签国就比中国大陆多就沾沾自喜，以为自己多了不起。这点你们可以自豪，但是并不说中国大陆要比你们差得多。中国大陆，我想从各方面的发展，除了可能这个台积电比中国大陆任何一个厂家可能好一些之外，你看任何一点台湾能比过中国大陆吗？对吧？其他方面台湾能比过中国大陆吗？台湾地区现在的经济啊，只相当于大陆的4%多，由原来40%多变成了现在4%多，这就是目前台湾所处的状况。另外呢，这个亨利全球护照含金量排名表上面提到台湾，它有括号是中国台北，或者说中华台北，它也没有说台湾是个国家啊。最后我还是希望啊，中国政府的有关部门跟全世界各国商讨互相签证免签协议的事情，让中国的国人出国更方便，让外国人到中国也更方便，根本没有什么可担心的。让外国人来看，然后过去的经验表明，出过国的中国人很少会待在国外的，一般都会回去，因为他们有比较啊，国外就那样，对吧？所以呢，大可以放心。好了，那今天话题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见。